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94項行動呼籲。聲明：此中文版由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翻譯，是本機構對原住民真相與和解表示關注和作出貢獻，讓加拿大華人和移民社區用母語去理解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的94項行動呼籲。如有任何歧義，請以英文原版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Calls to Action 為準，在全國真相與和解中心網頁 nctr.ca 查看。行動呼籲為糾正寄宿學校嘅歷史問題，以及促進加拿大與原住民嘅和解進程，真相及和解委員會發出下列行動呼籲：歷史遺留問題、兒童福利。第一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地區及原住民政府透過以下5方面，致力減少喺寄養系統嘅原住民兒童人數。1. 監督同評估關於疏忽嘅調查。2. 為原住民社區及兒童福利組織提供充足嘅資源，以確保原住民家庭喺安全嘅情況下共同生活，並確保兒童無論居住喺咩地方，仍然能夠生活喺文化互相包容嘅環境當中。 3. 確保社工及其他從事兒童福利調查工作嘅人士就有關寄宿學校歷史及其影響，以接受適當嘅教育同埋培訓。 4. 確保社工及其他從事兒童福利調查工作嘅人士就提供原住民社區及家庭康復治療方面有更適合嘅解決方案，以接受適當嘅教育同埋培訓。 5. 要求所有兒童福利決策制定者必須考慮寄宿學校嘅情況及其監護人帶嚟嘅衝擊。第二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省級及地區政府合作，準備及出版有關受監護嘅原住民兒童數目，包括第一民族因紐特梅蒂斯嘅年度報告，與非原住民兒童嘅數目作對比，同時就被接管原因、兒童福利機構用於預防及照顧服務嘅總開支，以及各種介入措施嘅有效性上作比較。第三點，我哋呼籲各級政府確切執行佐敦原則。第四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制定原住民兒童福利法案，訂立原住民兒童被拘捕同埋監護案嘅全國標準，並包括以下3個原則： 1. 確認原住民政府有權建立及維持自有嘅兒童福利機構； 2. 要求所有兒童福利機構及法院喺做出裁決前，必須考慮原住民寄宿學校歷史遺留嘅問題； 3. 喺安排暫時或永久監護原住民兒童時，必須優先考慮原住民嘅文化適合性。第5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地區及原住民政府為原住民家庭制定適合佢哋文化嘅育兒項目。教育。第6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政府廢除加拿大刑事法第43條。第7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同原住民團體共同制定策略，消除原住民同非原住民之間嘅教育同埋就業差距。第8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消除原住民第一民族嘅兒童喺保留區內外教育撥款上嘅差別。第9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準備並發出年度報告，比較對居住喺保留區內外第一民族嘅兒童教育撥款，以及加拿大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嘅教育程度同收入情況。第10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喺徵得原住民同意並能充分參與嘅情況下，草擬新嘅原住民教育法。新教育法應該確保撥款充足，並且包括以下7個原則： 1. 提供足夠撥款，落實喺一代之內消除教育成果裏面已被確實嘅程度差距； 2. 提高教育水平同埋成功率； 3. 發展適宜原住民文化嘅課程； 4. 保護原住民語言嘅權利，包括將教授原住民語言定為學分制課程； 5.
提供家長及社區參與、管理同監察教育系統嘅機會，就好似喺公立學校裏面嘅系統一樣。6. 令到父母能夠全面參與子女嘅教育。7. 尊重同遵守與原住民條約嘅關係。第11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提供充足嘅撥款，盡快處理原住民學生尋求專上教育機會嘅積壓個案。第12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地區及原住民政府為原住民家庭提供適合佢哋文化嘅學前教育項目。語言同文化。第13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承認原住民權利，包括原住民語言權利。第14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頒布原住民語言法案，包含以下5個原則。1. 原住民語言係加拿大文化同社會嘅一個基本同寶貴嘅元素，迫切需要受到保存。2. 保障原住民條約裏面有關原住民語言嘅權益。3. 聯邦政府有責任提供充足嘅撥款，復興同保存原住民語言。4. 原住民及其社區係最有能力領導同處理有關保護、復興同強化原住民語言同文化嘅事宜。5. 有關原住民語言嘅撥款政策必須反映原住民語言嘅多元性。第15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透過諮詢原住民團體，委任一位原住民語言專員。該專員需協助推廣原住民語言，並匯報聯邦撥款用於有關原住民語言政策上嘅恰當性。第16點，我哋呼籲專上學院設立原住民語言嘅大學本科及專科以上嘅學位同文憑課程。第17點，為幫助原住民寄宿學校幸存者及其家庭恢復被寄宿學校制度取締嘅原有姓名，我哋呼籲各級政府豁免為期5年更改姓名嘅行政費用，當中包括修訂身份證明文件，如出生證明書、護照、駕駛執照、醫療卡、原住民卡同社會保險號碼。健康。第18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地區及原住民政府承認現時加拿大嘅原住民健康情況係基於前加拿大政府嘅政策，包括寄宿學校所造成嘅直接後果，並且承認同實施原住民喺國際法、憲法以及原住民條約下應有嘅醫療保健權利。第19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喺諮詢原住民後，訂立可量度嘅目標，以確定和消除原住民社區與非原住民社區健康情況嘅差距，並出版年度進程報告同評估長期趨勢。上述行動指標應該集中喺下列各方面：嬰兒死亡率、孕婦健康、自殺率、精神健康、僻孕、壽命、出生率、幼兒健康問題、長期病患、疾病同意外受傷個案，以及提供適當醫療服務。第20點，為解決住喺保留區以外原住民嘅司法爭議，我哋呼籲聯邦政府承認、尊重同埋處理梅蒂斯、因紐特同居住喺保留區外嘅原住民嘅個別健康需求。第21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為現有同新嘅原住民治療中心提供持續撥款，以處理寄宿學校所造成嘅身體、心靈、情感同精神上嘅傷害，並且確保撥款優先給予努納維特地區同西北地區嘅治療中心。第22點，我哋呼籲喺加拿大醫療保健系統裏面具影響力嘅人士，確認原住民治療方法嘅價值同實行，就原住民病人嘅要求，使用原住民治療方法時，與原住民治療師及長老合作實行。第23點，我哋呼籲各級政府有以下3個行動：一、喺醫療保健領域增加原住民專業人士嘅就業數量；二、喺原住民社區內保持原住民醫療保健診所嘅數量；三、為所有醫療保健嘅專業人士提供文化認知能力嘅培訓。第24點，
我哋呼籲加拿大嘅醫學院同護理學院要求所有學生修讀有關原住民健康問題嘅課程，包括原住民寄宿學校嘅歷史同遺留問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原住民條約權與原住民權，以及原住民教育與醫療方法，並必須接受跨文化認知、衝突解決、人權、反種族主義方面嘅技能培訓。司法公正。第25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制定一項書面政策，重新確定喺民事訴訟中，當政府由於自身利益成為潛在嘅或者實際上嘅一方時，皇家騎警必須有刑事調查嘅獨立性。第26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同地區政府審查同修訂訴訟時效嘅法規，以確保政府就原住民提出嘅歷史虐待訴訟時，不會受訴訟時效限制。第27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法律協會聯盟確保律師得到適當嘅跨文化認知能力培訓，包括原住民寄宿學校嘅歷史同遺留問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原住民條約權同原住民權利、原住民法律、原住民與主權關係等，並必須接受跨文化認知、衝突解決、人權、反種族主義呢方面嘅技能培訓。第28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法學院要求所有法律學生修讀有關原住民法律問題嘅課程，包括原住民寄宿學校嘅歷史同遺留問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原住民條約權同原住民權利，以及原住民教育同醫療方法，並必須接受跨文化認知、衝突解決、人權、反種族主義方面嘅技能培訓。第29點，我哋呼籲各政黨，特別係聯邦政府同原住民寄宿學校和解協議外嘅起訴方，共同有效地利用根據雙方同意嘅事實下，協商解決法律上嘅爭議。第30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同地區政府承諾喺未來10年內解決原住民被關押人數比例過高嘅問題，並且發表詳細嘅年度報告，作為監察同評估該事項嘅進程。第31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同地區政府提供充足同持續嘅撥款，以便實施同評估對原住民罪犯採用社區制裁，建立更適合嘅代替監禁方法，並應對有關潛在嘅犯罪因素。第32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容許審訊法官基於提供嘅理由，避免使用強制最短刑期，同時亦都限制法官使用有條件判刑。第33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同地區政府確認應要處理同預防胎兒酒精症候群嘅迫切性，並且以適合佢哋文化嘅形式，同原住民一齊合作，籌劃預防胎兒酒精症候群嘅項目。第34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同地區政府喺刑事司法系統中進行改革，有效地應對患有胎兒酒精症候群違法者。以下4個需要： 1. 為法庭提供更多嘅社區資源同權力，確保正確地診斷胎兒酒精症候群，並且確保能為胎兒酒精症候群患者提供社區支援。 2. 為受到胎兒酒精症候群影響嘅罪犯制定法定豁免，免除入獄嘅強制最短刑期。 3. 提供社區懲教同假釋嘅資源，優化胎兒酒精症候群患者喺社區裏面生活嘅能力。 4. 採用適當嘅評估機制嚟衡量上述措施嘅效率，並確保社區安全。第35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消除喺聯邦懲教系統中增加額外嘅原住民治療中心事情上嘅障礙。第36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同地區政府與原住民社區一齊合作，為濫用藥物、家庭暴力同克服曾經被性虐待影響嘅囚犯提供與原住民文化相關嘅服務。第37點，
我哋呼籲聯邦政府喺中途宿舍同假釋服務上，為原住民項目提供更多嘅支持。第38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地區同原住民政府喺未來10年內致力解決被關押原住民青少年人數比例過高嘅問題。第39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制定全國性計劃，以收集同公佈原住民罪案受害者嘅數據。數據包括謀殺同家庭暴力。第40點，我哋呼籲各級政府與原住民共同創立足夠撥款，並且能提供幫助原住民受害者容易接觸到嘅項目同服務，而呢啲項目同服務必須有適當嘅評估機制。第41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經諮詢原住民組織，籌組公開調查，探討原住民女性同女童受害者比例過高嘅成因同補救措施。詢問權限包括： 1. 查詢失蹤同被謀殺嘅原住民女性同女童； 2. 探討同寄宿學校跨代遺留問題嘅連貫性。第42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同地區政府承諾，按照原住民條約權利同原住民權利、1982年憲法同2012年11月加拿大認可嘅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確認並執行原住民司法系統。和解。加拿大政府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第43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地區同市級政府全面採納同執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作為和解嘅框架。第44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政府制定全國行動計劃、策略同其他具體措施，以實現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嘅目標。皇家公告與和解盟約。第45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政府代表全體加拿大人與原住民共同制定皇家和解宣言，由加拿大官方發布。公告建基於1763年英國皇家宣言同1764年尼亞加拉條約基礎上，並重申原住民與主權之間嘅關係係民族與民族之間嘅關係。宣言需要包括同不限於以下4個承諾： 1. 否定歐洲國家合理化擁有原住民土地同人民主權嘅概念，例如發現理論同無主之地理論； 2. 承認同實施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作為和解嘅框架； 3. 更新同建立原住民條約關係需要基於互相認同、互相尊重以及共同承擔責任，以延續該關係嘅原則。 4. 協調原住民同加拿大官方嘅憲法同法律秩序，確保原住民喺聯邦中有充分參與，包括承認同整合原住民法律同法律傳統，喺談判同履行進程上配合原住民條約、原住民產權同主張其他建設性嘅協定。第46點，我哋呼籲原住民寄宿學校安置項目協議各締約方制定同簽署和解文約。文約會確認合作嘅原則，落實喺加拿大社會，以進一步達至和解，包括同不限於以下6個原則： 1. 重申各締約方對和解嘅承諾； 2. 否定歐洲國家合理化擁有原住民土地同人民主權嘅概念，例如發現理論同無主之地理論，改革沿用呢啲概念嘅法律、管治架構同政策。 3. 充分採納同執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作為和解嘅框架。 4. 基於互相認同、互相尊重嘅原則，以及共同承擔責任以延續該關係嘅原則，更新同建立原住民條約而家同往後嘅關係。 5. 容讓之前被排除喺原住民寄宿學校安置項目協議以外嘅人有機會簽署和解盟約。 6. 容許新嘅締約方能簽署和解盟約。第47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地區同市級政府否定歐洲國家合理化擁有原住民土地同人民主權嘅概念，例如發現理論同無主之地理論，
改革沿用呢啲概念嘅法律、管治措施同訴訟策略。和解協議締約方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第48點，我哋呼籲和解協議嘅教會團體、其他喺加拿大未參與嘅宗教群體以及跨信仰嘅社會公義團體，正式採納同執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嘅原則、規範同標準，並以此作為和解嘅框架，包括同不限於以下4個承諾：一、確保佢哋嘅架構、政策、規劃同實踐方法可以遵守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二、尊重原住民宗教事務上嘅自主權利，包括實踐、發展同教育佢哋自有嘅精神同宗教傳統、風俗同儀式，與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嘅12.1項所述一致。三、參與持續嘅公開對話，同以行動支持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四、所有宗教派別同信仰團體喺2016年3月31日前發表聲明，佢哋會點樣實踐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第49點，我哋呼籲仍未採取行動嘅所有宗教派別同信仰團體，否定歐洲國家合理化擁有原住民土地同人民主權嘅概念，例如發現理論同無主之地理論，喺司法系統中公平對待原住民。第50點，根據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原住民團體合作，撥款建立原住民法律制度，以便制定、使用同了解原住民法律，參照加拿大原住民獨特嘅文化，尋求司法公正。第51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政府作為信託人，履行其責任，就原住民族權同條約權嘅範圍同程度，以透明嘅機制公開所有制定同執行或有意向執行嘅法律觀點。第52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政府、省同地區政府以及各法院採用以下2個法律原則：一、若原住民原告喺特定嘅時間同特定嘅區域申訴，政府或法院應受理原住民產權嘅索賠。二、當原住民產權被確定後，對呢個權利主張有限制嘅一方有責任去證實呢個觀點。全國和解委員會。第53點，我哋呼籲加拿大國會諮詢並與原住民合作，制定法律以建立全國和解委員會。該法制下，和解委員會係獨立嘅全國性嘅監督團體，其委員由加拿大政府同全國性原住民組織共同任命，由原住民同非原住民組成。委員會嘅權限包括同不限於以下4項：一、監督、評估及每年向加拿大國會同國民報告加拿大政府喺道歉後嘅和解進程，確保今後政府繼續負責維持與原住民嘅和解關係。二、監督、評估及每年向加拿大國會同國民報告普及至加拿大社區各級各部門嘅和解進程，包括執行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嘅行動呼籲。三、開展並執行多年度全國和解行動計劃，包括研究同政策制定、公眾教育項目同資源。四、促進公眾對話、公或私嘅合作夥伴關係，以及公眾嘅和解行動。第54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政府持續多年度撥款俾全國和解委員會，保證該委員會有足夠嘅財政、人力同技術資源開展工作，設立全國和解信託基金，以推動和解進程。第55點，我哋呼籲各級政府向全國和解委員會提供年度報告或所有最新嘅數據，以便報告和解嘅進程。報告或數據包括和不限於以下7項：一、與非原住民兒童比較，原住民兒童包括梅蒂斯人同因紐特人接受監護照顧嘅人數、被接管嘅原因，以及兒童福利機構
用於預防同照顧服務嘅總開支。二、比較保留區內外嘅第一民族兒童教育撥款。三、與非原住民比較加拿大原住民嘅教育程度同收入情況。四、提供為消除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社區之間差異嘅進展，提供健康指標數據，如嬰兒死亡率、孕婦健康、自殺率、精神健康、癖癮、壽命、出生率、嬰幼兒健康問題、長期病患、疾病同意外受傷，以及保證提供足夠嘅醫療服務。五、喺未來10年之間，為原住民青少年被監護接管嘅人數比例過高問題提供進程報告。六、有關降低原住民受害者比率嘅進程報告，數據包括謀殺、家庭暴力同其他罪行。七、有關喺司法同懲教系統中原住民比例降低嘅進程報告。第56點，我哋呼籲加拿大總理正式回應全國和解委員會嘅報告，發佈原住民現狀年度報告，提供促進政府和解計劃嘅提綱。公務員嘅專業發展同培訓。第57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地區同市級政府為公務員提供原住民歷史嘅培訓課程，包括寄宿學校嘅歷史同遺留問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原住民族權同條約權、原住民法律以及原住民與主權關係，並要求接受有關跨文化認知、衝突解決、人權、反種族主義呢方面嘅技能培訓。教會道歉與和解。第58點，我哋呼籲教皇向幸存者、幸存者家庭同社區道歉，基於羅馬天主教會對原住民第一民族因紐特梅蒂斯喺天主教寄宿學校所造成嘅一切創傷，包括心靈、文化、情感、身體同性虐待。我哋呼籲呢個報告應參照2010年教皇向愛爾蘭被虐待受害者嘅道歉，1年內由教皇喺加拿大發表道歉聲明。第59點，我哋呼籲和解協議嘅各教會締約方制定持續教育計劃，確保佢哋各自嘅教會會眾了解教會喺殖民主義、寄宿學校歷史同遺留問題中嘅角色，以及點解向曾經住寄宿學校嘅學生、佢哋家人同社區道歉嘅必要性。第60點，我哋呼籲和解協議嘅各教會締約方嘅領袖，以及所有其他有信仰嘅群體，與原住民嘅宗教領袖、幸存者、宗教學校、神學院以及其他宗教培訓中心合作，為神職學員喺原住民社區工作嘅神職人員同職員制定同教授課程。課程包括必須尊重原住民喺宗教上嘅權益、寄宿學校嘅歷史同遺留問題、教會各締約方喺寄宿學校系統中嘅角色、原住民家庭同社區裏面信仰衝突嘅歷史同遺留問題、教會緩解呢啲衝突同防止精神暴力嘅責任。第61點，我哋呼籲和解協議嘅各教會締約方與幸存者以及原住民團體嘅代表合作，為原住民設立永久性嘅資金，以提供以下4個項目： 1. 由社區主管嘅醫治及和解項目； 2. 由社區主管嘅文化同語言復興項目； 3. 由社區主管嘅教育同關係建立項目； 4. 原住民精神領袖同青年嘅區域對話，討論原住民嘅宗教、自主權以及和解。有關和解嘅教育。第62點，我哋呼籲聯邦、省同地區政府諮詢並與幸存者、原住民以及教育工作者有以下4項合作： 1. 就寄宿學校原住民條約，原住民對加拿大喺歷史上同當代嘅貢獻，按各年齡層編寫幼稚園到12年級學生嘅教育課程。 2. 為專上教育機構提供必要嘅撥款，訓練教師喺課程入面包含教導認識原住民嘅知識。 3.
為原住民學校提供必要嘅資金，喺課堂上善用原住民嘅知識同教導方法。四、喺政府高層副部長級或以上嘅職級設立原住民教育部門嘅職位。第63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教育部長委員會對原住民教育事務保持以下4個每年度嘅承諾：一、就加拿大歷史中嘅原住民寄宿學校嘅歷史同影響，編寫幼稚園到12年級教材同學習資料；二、分享有關寄宿學校同原住民歷史教材嘅資訊同最佳實踐方法；三、培養學生喺跨文化理解、同理心、互相尊重嘅能力；四、就以上各方面確定教師培訓嘅需要。第64點，我哋呼籲各級政府為不同宗派嘅學校提供公共資金，要求學校提供宗教比較研究，研究嘅一部分必須包括與原住民長老合作探討，提供關於原住民宗教信仰同傳統嘅教材。第65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通過社會科學同人文科學研究理事會與原住民專上教育機構同教育工作者、全國真相和解中心及其夥伴機構合作，設立有多年撥款嘅國家研究項目，以推進對和解嘅認識。青年項目。第66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為有社區性嘅青年機構事工提供多年撥款，以開展有關和解嘅活動，並設立全國性網絡，分享信息同最佳嘅實踐方法。博物館同檔案館。第67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為加拿大博物館協會提供撥款，與原住民合作，對博物館政策同最佳實踐方法進行全國嘅審核，根據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提出不同層面嘅建議同遵守程度。第68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原住民同加拿大博物館協會合作，提供全國性撥款，指定以和解為主題嘅紀念項目，以作2017年紀念加拿大建國150週年嘅標誌。第69點，我哋呼籲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暨檔案館作出以下3個行動：一、全面採納同執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同聯合國 Journée Orléanique 原則，原住民擁有不可剝奪嘅知情權，確認有關寄宿學校侵犯佢哋人權嘅原因同真相；二、保證公眾能夠查閱有關寄宿學校嘅文獻管狀；三、喺寄宿學校嘅公眾教育材料同活動項目上投入更多嘅資源。第70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向加拿大檔案工作者協會撥款，與原住民一齊合作，對檔案館嘅政策同最佳實踐方法進行全國性審核，達到以下2個目的：一、確定遵守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同聯合國 Journée Orléanique 原則嘅不同層面，原住民擁有不可剝奪嘅知情權，確認有關寄宿學校侵犯佢哋人權嘅原因同真相；二、撰寫一份全面執行國際機制嘅報告建議，作為加拿大檔案館嘅和解框架。失蹤兒童同埋葬資料。第71點，我哋呼籲所有首席死因調查官同省級人口統計局，如果未曾向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提供寄宿學校原住民兒童死亡嘅記錄，應該向全國真相與和解中心提供呢啲記錄。第72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向全國真相與和解中心調配充足嘅資源，讓中心能夠發展同維護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建立嘅全國寄宿學校學生死亡登記。第73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教會、原住民社區同前寄宿學校學生合作，建立同維護寄宿學校墓地嘅網上註冊，喺可能嘅情況下設立提供寄宿學校死亡兒童嘅墓地地圖。第74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教會同原住民社區領袖合作，通知寄宿學校有死亡兒童嘅家庭關於埋葬地點嘅資料，
回應其家人適當紀念儀式同標誌嘅要求，或移葬到家鄉社區嘅期望。第75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省、地區、市級政府、教會、原住民社區、前寄宿學校學生同現時土地擁有者合作，制定同執行策略及規程，目的係為咗持續辨認、記錄、維護、紀念同保護寄宿學校墓地或其他嘅埋葬地點。呢啲包括提供適當嘅紀念儀式同紀念標誌，向死亡兒童致意。第76點，我哋呼籲參與記錄、維護、紀念同保護寄宿學校墓地嘅各方，採用符合以下3個原則嘅策略：一、應由受影響最大嘅原住民社區帶領制定呢啲策略；二、喺制定呢啲策略嘅過程中，應該向寄宿學校幸存者同其他原住民傳統知識保管人士收集資料；三、喺調查墓地前，若需要使用任何潛在冒犯性嘅檢查步驟，必須要尊重原住民禮儀。全國真相與和解中心。第77點，我哋呼籲省、地區、市同社區檔案館與全國真相與和解中心合作，鑑定同收集有關寄宿學校歷史同遺留問題嘅所有記錄，並將有關記錄提供俾全國真相與和解中心。第78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政府承諾喺7年內向全國真相與和解中心撥款1000萬元，另外再撥款協助社區研究同記錄當地嘅寄宿學校經歷，以及佢哋對真相醫治同和解行動嘅參與。紀念。第79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幸存者、原住民團體同藝術界合作，為加拿大嘅遺產同紀念活動制定和解嘅框架，包括同不限於以下3方面：一、修訂歷史遺址同紀念碑法案，以便喺加拿大歷史遺址同紀念碑委員會及其秘書處有原住民、因紐特人同梅蒂斯人嘅代表；二、修改全國歷史紀念計劃中嘅政策、標準同慣常做法，將原住民嘅歷史、遺產價值同紀念儀式加入加拿大嘅國家遺產同歷史；三、制定同實施全國遺產計劃同政策，以紀念寄宿學校遺址、寄宿學校歷史同遺留問題、原住民對加拿大歷史嘅貢獻。第80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原住民合作，設立全國真相與和解紀念日公眾假期，向幸存者、幸存者家庭同社區致意，確保公開紀念寄宿學校歷史同遺留問題，成為和解進程入面一個重要嘅部分。第81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幸存者、幸存者機構同和解協議嘅其他各締約方合作，喺渥太華委託建造並設立向公眾開放且高度顯著嘅寄宿學校全國紀念碑，紀念幸存者以及各家庭同社區所失去嘅孩子。第82點，我哋呼籲省同地區政府與幸存者、幸存者機構及和解協議嘅其他各締約方合作，喺各省會同地區首府委託建造並設立向公眾開放且高度顯著嘅寄宿學校紀念碑，紀念幸存者以及各家庭同社區所失去嘅孩子。第83點，我哋呼籲加拿大藝術委員會建立首要撥款目標，讓原住民同非原住民藝術家共同制定策略，協助並製作同和解進程有關嘅藝術品。媒體與和解。第84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恢復同增加對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嘅撥款，讓加拿大嘅全國公眾廣播支持和解，適切地反映原住民文化、語言、觀點嘅多樣性，包括同不限於以下3個行動：一、增加原住民節目，包括原住民語言廣播；二、增加原住民喺廣播機構中獲得工作、領導職位同專業發展嘅公平競爭機會；三、
繼續對有關原住民同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專門新聞報導同網絡公開信息資源，包括寄宿學校嘅歷史同遺留問題，以及和解嘅進程。第85點，我哋呼籲原住民電視頻道 APTN 作為獨立嘅非牟利廣播公司，提供或由原住民製作嘅原住民節目，能推動和解，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兩方面：一、繼續喺節目製作同機構文化中發揮領導作用，以反映原住民文化、語言、觀點嘅多樣性；二、繼續開發媒體新措施，報告同教育加拿大公眾，聯繫加拿大原住民同非原住民。第86點，我哋呼籲加拿大嘅新聞學課程同傳媒學校要求所有學生學習原住民歷史，包括原住民寄宿學校嘅歷史同遺留問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原住民條約權同族權、原住民法同原住民與加拿大官方嘅關係。體育與和解。第87點，我哋呼籲各級政府與原住民、體育名人紀念館同其他有關機構合作，喺全國為公眾提供原住民體育運動員嘅歷史故事。第88點，我哋呼籲各級政府採取行動，確保原住民體育運動員能有長期嘅發展同成長，繼續支持北美原住民體育會，包括為舉辦體育項目撥款，為省同地區級隊伍嘅訓練同行程撥款。第89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修訂身體鍛煉同競技運動法，以支持和解，確保其政策包容同尊重原住民。呢啲政策將推廣體育運動作為健康同康樂嘅基本要素，減少體育參與嘅阻礙，增加喺體育中對卓越嘅追求，提高加拿大體育運動系統包容性嘅能力。第90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確保全國體育政策項目同新措施包含原住民在內，包括同不限於以下4個行動：一、與省同地區政府合作，使用並持續撥款俾原住民社區體育項目。呢啲體育項目反映原住民文化同佢哋傳統體育嘅多樣性。二、為原住民體育運動員設立優秀體育運動員發展項目。三、為教練、訓練者、體育活動官員設立與原住民文化有關嘅項目。四、設立關於反種族主義意識同培訓嘅課程。第91點，我哋呼籲國際體育會、如奧運會、泛美體育會、英聯邦運動會嘅官員同主辦國家，確保尊重原住民嘅領土禮節，確保本地原住民社區能參加及參與體育會嘅全面策劃過程。商業與和解。第92點，我哋呼籲加拿大嘅企業界採用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作為和解嘅框架，喺有關原住民、原住民土地同資源嘅企業政策及商業活動中，應用宣言嘅原則、規範同標準，包括同不限於以下3個原則：一、喺開展經濟項目之前，承諾與原住民進行有效協商，建立互相尊重嘅關係；喺項目實施前，先知會原住民同得到佢哋嘅知情同意。二、確保原住民喺企業界獲得工作、培訓同教育嘅公平機會，確保原住民喺經濟發展項目中獲得長期可持續嘅利益。三、為管理人員同員工提供有關原住民歷史嘅培訓，包括原住民寄宿學校嘅歷史同遺留問題、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原住民條約權同族權、原住民法同原住民與加拿大官方嘅關係等。呢啲項目必須包括跨文化能力、解決衝突、人權、反種族主義呢幾方面嘅技能培訓。加拿大新移民。第93點，我哋呼籲聯邦政府與全國原住民團體合作，修改加拿大新移民資料指南及公民考試內容，以反映加拿大不同原住民嘅廣泛歷史，包括原住民條約同寄宿學校歷史。
第94點，我哋呼籲加拿大政府用以下宣誓內容代替現有嘅公民宣誓。我宣誓或申報將忠實地效忠加拿大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陛下，佢嘅後嗣同繼任者，並將切實遵守加拿大嘅法律，包括原住民條約，且服行作為加拿大公民嘅責任。